今日哪位贵女能猎得那只玉面白狼，便是太子妃。只要这一箭过去，以我的准备，必能射中。太子妃之位手到擒来。沈婉婉，如果不是你射中白狼，抢了太子妃之位，我又何必让你在这儿喝药受罪？这就是他的命，怪不得别人。那种钻心刺骨的痛，我绝不会再让自己成为太子妃。我知道，长姐就在我身后不远处。这一世，我要让她尝尝这太子妃之位的滋味。白狼，让开！哎呀，我怎么会射偏呢？郑国公府家小姐猎得白狼。妹妹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太子妃是我的了。果然是郑国公府家的小姐，骑射精通正中要害，连狼皮都未损坏，直射中白狼的眼睛。婉婉，来本宫这里，你如今射得白狼，本宫要下旨昭告天下，封你为太子妃。回禀皇后娘娘，这只白狼不是臣女所猎，是臣女的姐姐沈玉嫣所猎。这功劳婉婉不敢贪，请皇后娘娘明鉴。这太子妃该是臣女的长姐沈玉嫣的，臣女不敢贪功。禀皇后娘娘，白狼确实是臣女所猎。沈婉婉，怎么可能不是你射中的？你的箭术和骑射怎么会失手？沈婉婉，你在玩什么把戏？婉婉，你可是郑国公嫡女，骑射功夫在京中无人可北兼，你怎么会输？这一场选妃宴不过是让我封太子妃的一场大戏，在京中谁的骑射能赢过我呢？可是这一次我不想赢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臣女的马不知怎么回事，发了脾气，将臣女从马背上甩了下来。臣女的左肩受了伤，使不上力，但是长姐射术精湛，婉婉输得心服口服。殿下，玉嫣猎中白狼，你不高兴吗？胡说，姑很高兴。婉婉怎么会摔了？嬷嬷，快去看看婉婉有没有受伤。若是伤了你，你爹娘可要怪本宫没照顾好你了。哎呀，怎么摔得这么重？婉婉是郑国公嫡女，骑射之术精湛，今日失手是因为受了伤。这比赛对她不公平，不如等婉婉伤好了再比试一次如何？殿下，妹妹是郑国公府的嫡女，这太子妃本该是她的，是不是我猎的白鸥没关系？最终太子妃都是婉婉的，这不公平啊！明明是沈玉嫣猎到的。就是沈婉婉受了伤，这也是天意。愿赌与其输给其他贵女，不如让沈玉嫣当太子妃。一个大家都瞧不起的庶女，当上太子妃又能如何？母后，这选妃的规矩是早定好的，满上京谁不知道？如今玉嫣猎得白狼，这太子妃就是她。皇上金口玉言，岂能更改？儿臣心悦玉嫣，愿娶她为太子正妃。妾身愿意侍奉在太子左右，不离不弃。皇后处心积虑为太子谋划，想让她娶我为太子妃，好让郑国公府成为太子的后盾。可她没想到，居然被沈玉嫣这个庶女坏了好事。嫡庶之别，天差地别。郑国公府会为嫡女拼命，但谁会在意一个庶女？婉婉，你与燕儿自幼相识，是青梅竹马。今日受伤没有猎得白狼，本宫知道你心里也不舒服。你上前来。本宫知晓你与太子的情谊，真是天意弄人。虽然猎狼时受伤，未能猎得白狼，本宫有意封你为太子侧妃，你意下如何？正妃和侧妃有何要紧？不过是做给人看的罢了。只要你嫁入东宫，本宫保证，日后坐在太子身边的正宫之位的，一定是你。沈婉婉，虽然母后与你侧妃之位，在民间说来这是妾室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可是嫁入皇家，皇家的妾也比普通人家的正妻好上许多。你做的可是我这个东宫太子的妾。殿下别说了，妹妹该生气了。她自幼金尊玉贵的养大，怎么会愿意做妾？要不我还是把正妃之位让给妹妹，我只要能陪着太子，名分我都不在乎的。傻瓜，正妃之位是你应得的，你何必要让？姑说过，会让你做东宫最尊贵的女人。封太子妃的旨意很快便会传到郑国公府，姑先带你去看看封妃时的东西，还有太子妃的嫁衣，看你喜欢什么图案可好？请娘娘收回旨意，臣女和长姐同出自郑国公府，沈家的女儿不可能同时嫁入东宫，还请娘娘见谅。选中郑国公府的庶女有何用？让一个庶女做太子妃，简直是笑话。婉婉，我知道册封你为侧妃，你心中不忿，可是你该知足的。玉嫣为你说尽了好话，说入主东宫后，她可以让你持掌中父。她性子娇软，不像你这么有决断。我会让她只有太子妃的位分，而掌权之人是你。你是郑国公府的嫡女，从小精心培养，东宫交由你打理，我很放心。只是有一事，你若答应了，
等你加入东宫后，预言说可以让你生下子嗣。我并未打算嫁入东宫，殿下。好了，我知你生气，但是我说了，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，太子妃入宫3日后，我便会迎娶你。预言是庶女，嫁妆不多，怕到时候入主东宫时被人耻笑。你是嫡女，只要把你的嫁妆过在她的名上，让她风风光光抬进东宫，我便让你顺顺利利的当上太子侧妃。殿下说什么？让我把嫁妆过在沈玉烟名下？姐姐，我虽是庶女，可是也是镇国公府的女儿。我如今要成为太子妃，我只是不想丢国公府的脸罢了。我会让太子詹氏到国公府传姑的口谕，要善待太子妃，好好为她备嫁。母亲，是太子怜惜嫣儿出身归微，他才提出要国公府为我好好备嫁，说让妹妹把嫁妆先给我，我抬进东宫也有面子。妹妹是侧妃，嫁妆多少旁人也不会在意，到时候进了东宫，嫁妆是我的还是他的都是一样的。毕竟我虽是庶女，可也是父亲的女儿啊！难道父亲想让天下人耻笑，对嫡女庶女不公吗？罢了，你先下去，安心备嫁。婉婉，你当真要当太子侧妃？母亲放心，婉婉不会嫁给太子，连太子妃我都不想当，何况太子侧妃。我拒绝了皇后娘娘说要封我为侧妃，我怕皇后娘娘是不会死心。镇国公府不能卷入夺嫡之争，若要摘出来，只有将你另许人家。趁宫中圣旨未下，将你嫁了。沈玉烟想要嫁入东宫，便由得她去，到时候我们国公府自有说法。婉婉，3日后我会求圣旨封你为侧妃，只要你听话，到时候我也会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。镇国公府这是要打姑的脸吗？姑的太子妃只有48牌陪嫁，岂有此理！太子殿下恕罪，沈玉烟并非我的亲生女儿，如今出嫁，为她准备48牌嫁妆，自认对她不薄。什么？不说，爹爹，你怎么能说我不是你的女儿？就因为我射中白狼，抢了婉婉的太子妃之位，所以父亲偏心的连女儿都不认了吗？让大家知道，父亲和母亲不怕别人嘲讽镇公府待嫡庶不公吗？镇国公夫妇可真狠心啊！虽然是姨娘生的，也不必如此薄待。就是庶女也是国公府的面子，怎么如此狠心？国公爷这是何意？这是打姑的脸吗？太子误会了，老夫是深感欣慰。如今将同袍之女养大，也不负同袍之义。在她出嫁之际，我总该让她祭拜她的生父。虽然她父亲是个无名小卒，但是也是为国捐躯，难道不值得她叫一声父亲吗？若太子不信，在场有不少同袍可以作证。我们均可作证。只不过当初太子妃还小，不忍她知晓身世。如今我将她交到太子手上，从今往后，她便是太子的人了。只怕大家会说我们国公府是攀龙附凤之流。如今太子妃出嫁，便与我们镇国公府再无半点干系。祝你和太子鸾凤和鸣。原来如此，国公爷真是有情有义，瞒了10几年养大孤女。婉婉，你也知道此事，你为何不告诉姑？你说告诉姑，何至于闹到这步地步？我知道，但是长姐的身世并不耽误太子殿下喜欢她呀。太子喜欢的是长姐这个人，又不是她的身世，难道不是吗？国公爷，姑要娶婉婉为侧妃，我会以正妃之礼娶她。3日后圣旨便会到，你们好好准备。太子慎言，婉婉从未答应过要做你的侧妃。婉婉，这是圣旨，难不成你要抗旨不成？我已有婚约，一女何能二嫁？你何来的婚约？婉婉，你如今也学会撒谎了吗？太子殿下是想抢臣妻吗？若传出去，怕是对太子的贤王之名无碍。我与父亲商议过，必须在圣旨下达前定亲。父亲连夜去了将军府，萧灵州是父亲一手带出来的将军，如今手握重兵，没想到他今日竟亲自来下聘。还望国公爷见谅，我刚去深山猎了一双大鹰，一看吉时将至，怕误了下聘的吉时，未来得及梳洗，便先赶了过来。太子也知今日是吉日，所以臣与婉婉下聘交换更迭婚书，也是定在今日，真是凑巧的很。你何时认识婉婉？为何突然求娶？镇国公与你是不是故意商量好的？殿下，谁人不知沈大小姐是京中明珠？我母亲相中这个儿媳妇很久，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未来的岳母大人，答应将婉婉下嫁。太子殿下也知婉王后，
一家有女百家求，只是你错过了我，总不能不让臣娶。我们两家定亲的信物都已换了，亲事也定了，今日不过是走个过场，1个月后便是我与婉婉的婚期。原来你是为了他而不愿意嫁我，是婉婉，你早与他有了私情。可你明明喜欢的人是我，还是因为你不能做正妃，便与孤图弃？太子殿下，臣与沈小姐发乎情止乎礼，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何来的私情？难不成她不嫁太子，便要被毁了名声吗？殿下，吉时快到了，要赶紧迎了太子妃回东宫了，再晚怕是皇上和皇后娘娘便会派人来问了。走，回宫。我处心积虑为太子筹谋，没想到最后娶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。当初就说庶女不许参选，偏偏太子坚持，结果竟让他中选。本来选一个高门贵女，太子也多一个助力，如今白白让沈玉嫣得了这便宜。本想让沈婉婉做侧妃，没想到镇国公府居然这么快选好了夫婿，1个月后成亲，这是防着我呢。好一个镇国公府，敢和本宫作对！娘娘，那日群发宴，还有一人也险些射中白狼，便是平西将军家的嫡女顾如深。平西将军也手持兵权。好。太子有急事要与毛僚商议，让太子妃先歇了，不必再等他。嫣儿，是我不好。江南爆发了疫病，我身为太子，昨夜必须与幕僚商量对策，这才误了洞房。嫣儿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应当永远站在我身后支持我，这样才是正妃该有的气度。太子妃，如今你是东中主位，也该操心一下为太子选侧妃一事。我已吩咐了，7日后在宫中举办簪花宴，此事由你操办，你务必为太子选得他心悦之人，这是你做正妃的责任。可是臣妾才入东宫1日，按以往规矩，太子妃入宫3月内是不许纳妾的。太子妃娘娘，那是对别的太子妃而言，哪个太子妃不是高门贵女、嫡女出身？如今你一个不知哪里出身的民间女子做了正妃，难不成还想独宠？你难道不知道太子的长子必须出自贵女的肚子？殿下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你的长子一定要由高门嫡女所生吗？生不生下长子，这个不重要，你只需知道，姑心里是有你的，这便足够了。况且女人生了孩子，身材便会变形，不漂亮了。你是最要漂亮的。这孩子啊，让别人生也一样，他照样得叫你一声母亲。妹妹是镇国公嫡女，那又如何？见了我，你一样要跪拜。沈家用嫁妆羞辱我，可我如今是太子妃，你只能跪伏在我的脚下。妹妹向来眼光好，不如由你帮我去花园摘几朵花来簪花吧。是，太子妃娘娘。小姐们在此多闷，大家都去花园摘些喜欢的回来吧，摘得最漂亮的，本宫有赏。听说太子殿下说了，东宫的长子必须是高门嫡女所生，这太子妃真是白有这个虚名。你知道什么？只要做了侧妃生下长子，什么正妃做不得，到时候最后登上后位的还不知道是谁呢。殿下，你便这样看着他们欺负嫣儿吗？你说过你心中只喜欢嫣儿一人，不管我是什么身份，你都爱我。可是如今我不过才嫁进来几日，一切都变了。难道出身便如此重要，冲过殿下对嫣儿的疼爱了吗？我说过，你在我心中是旁人比不得的，有没有孩子都不重要。我是东宫储君，有些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嫣儿，你一定会体谅我，是不是？等我大权在握，嫣儿，你一定是我的皇后，旁人绝对取代不得你的位置，想吗？
听着太子这些话，真是让我恶心。上一世他也是这般甜言蜜语，这一世他如愿得到了想要的人，可他也发现权势比沈玉烟更重要。我倒要看他如何坐稳这太子之位。婉婉，你也来了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若你回心转意，我让母后封你为侧妃，可好？殿下，我只是陪母亲进宫，簪花宴我只是凑个热闹而已，还要恭喜殿下抱得美人归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我们的婚事可以水到渠成，为何你会成了别人的妻子？难道你和那些爱慕权势的女子一般俗气？因为名分，所以你生气，宁可嫁给别人，也不愿为妾。太子选妃，选中了便是天意。可是殿下，那白狼真的是沈玉烟猎得的吗？我那位曾经的长姐，什么时候剑术这么好了？殿下就不怀疑吗？殿下可真是为爱盲了眼睛。我都说，别用刑了！是沈玉烟，是他在群发宴上给了我100两银子，他让我跟着入林，看见白狼时，拿他的剑为他射杀。那支刻着沈字的剑，便是我为他射的。哼，100两银子就让你做这抄家灭族的事，还不说实话！小的原在镇国公府做过侍卫，因为喝酒误了差事被赶出来，在府里便与小姐认识。小的爱慕小姐许久，她说只要为她做成此事，她会想法子将我调到东宫，日后便可日日相见。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臣妾没有骗你，是这侍卫胡说八道，我与他毫无干系。姑什么还没说，你便说与他无关？你怎么知我要问你与他的干系？沈玉烟，没想到那本该是婉婉列中的白狼，却被你用诡计抢了先。是你害我不能封婉婉为正妃，是你害得我如此被动，在朝中没有镇国公的扶持。你这贱人，害得我好苦。殿下，我只是想与殿下长相厮守啊。你不是说过，你心中太子妃人选一直都是我吗？长相厮守，你配吗？你用一个天大的谎言骗得姑将你捧上太子妃之位，你以为姑爱的是你这个人？姑现在只觉得恶心。一想到你那些柔情蜜意的话语，全都是为了算计姑，为了从婉婉手里夺走一切，姑就恨不得亲手杀了你。不，燕哥不是这样的，我爱你啊！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我怕失去你。闭嘴！因为爱你，你毁掉的是姑的大业，是姑的储君之位。因为你的欺骗，姑失去了镇国公府的支持，失去了沈婉婉。这意味着姑在朝堂上断了一臂，意味着姑成了全天下最大的笑话。为了你这么一个谎话连篇的毒妇，姑亲手将最强大的助力推给了萧灵州。沈玉烟，你该死！殿下，皇后娘娘驾到。这就是你给本宫惹出的好事。为了这个女人，不仅搅黄了联姻，还闹出欺君罔上的丑闻。现在整个京城都在看东宫的笑话。太子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母后，是他骗了儿臣，这个贱人。他骗你，便是你的无能。身为储君，连一个女人的真假都分辨不清，日后如何分辨朝臣的忠奸？本宫早就告诉过你，沈玉烟此女心术不正，绝非良配，你偏要一意孤行。现在好了，镇国公府将嫡女许配给了萧灵州，你满意了？若不是母后当初执意要选妃，何至于此？儿臣说了，儿臣只要燕儿一人。荒唐！你只要她一人，你拿什么去坐稳你的江山？靠她的眼泪吗？还是靠她那见不得光的出身？传本宫懿旨，太子妃沈氏品行不端，欺君罔上，即刻起禁足于思过殿，无本宫命令，不得踏出半步。这个女人的事情到此为止，
当务之急是立刻稳固你的地位，你必须尽快诞下皇长孙。一个出身高贵的皇长孙，才能堵住悠悠之口。本宫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2个人你必须立刻迎入东宫为侧妃。你不用2选1，是2个都要。白仙家，听说了吗？那太子妃竟是个养女，现在全京城都在暗地里笑话太子殿下娶了个养女，这脸丢的可真大。外面都快吵翻天了，你倒还坐得住？皇后娘娘这一手，早在女儿意料之中。她急着扶新人上位，无非是想尽快诞下皇长孙，稳固太子之位。父亲，这对我们而言是好事。哦，顾如生是将门虎女，性格刚烈；柳玉儿是皇后内轴，骄横跋扈。这2个人凑到一起，再加上一个被废了脸面的沈玉嫣，这东宫的日子可比唱大戏还热闹。他们斗得越凶，太子的精力就越被内耗，我们就越安全。话是如此，但也要小心，别让这把火烧到我们自己身上。皇后吃了大亏，必然对我们怀恨在心，你要多加提防。女儿明白，我们只需静观其变，看着他们自取灭亡便好。吃吧，太子妃娘娘。哦，不对，她现在可算不得什么太子妃了，可不是吗？听说过几日新的侧妃娘娘就要入宫了，一位是平西将军嫡女，一位是皇后娘娘亲侄女，个个都比这养女高贵。等新侧妃生下皇长孙，太子殿下哪还记得她？到时候这冷宫都算她最好的去处了。新侧妃2个，我要被彻底踩在脚下了。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成了一枚弃子，接下来就是毒酒白绫。皇长孙孩子，只要有孩子。快来人！快来人！鬼叫什么？快去告诉殿下。我好像有身孕了。殿下，太子妃娘娘有话传给您，她说她好像有身孕了。你说什么？她有孕了？殿下，千真万确，是娘娘亲口所说。她曾欺我毁弃婚约，如今妄图以身孕求生，可皇嗣能助我稳固储位。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里晦气，冲撞了您。你有孕了？是臣妾的错，不该怀上这个孩子，给殿下添烦恼。殿下放心，臣妾绝不以此要挟。无论您让谁做太子妃，臣妾都无怨言。只求看在骨肉分上，让我平身下榻。之后，哪怕是将臣妾打入冷宫或赐死，臣妾都忍了。无论我多恨他，孩子是无辜的，而且这是我的第1个孩子。你最好别再骗姑，若让姑发现这是计谋，你的下场会比死还难看。殿下若不信，大可宣太医。臣妾只求真相大白前能吃上一口热饭。为了孩子，什么苦我都能受。从今日起，不必再禁足了，但你要好自为之。有孕了，倒是真会挑时候。娘娘，此事蹊跷，她刚被禁足传出喜讯，恐怕是想以此脱身。一个连身世都能造假的女人，本宫绝不允来路不明的孽种玷污血脉，更不许那个贱人生下皇长孙。张嬷嬷，传本宫懿旨，派刘太医去给太子妃诊脉，我要亲自验一验真假。如何？回禀皇后娘娘，太子妃娘娘的脉象确实是喜脉，只是这月份似乎尚不足1月。太子妃姐姐，姑母特意叮嘱我说，姐姐身子金贵，这腹中可是咱们皇家的第1个龙孙，万万不可有半点闪失。妹妹，这厢有礼了。哎呀，姐姐恕罪，妹妹太过紧张了，差点惊扰了皇嗣。妹妹不必紧张，起来吧。不行，姑母说了，皇嗣大于天。姐姐，要不您还是跪下接茶吧，这样您身子稳，妹妹也安心。柳侧妃，这不合规矩。在这里，皇嗣就是最大的规矩。太子妃身孕不稳，跪地祈福也是应当。
难道姐姐连为皇嗣跪一跪都不愿意吗？都做什么呢？殿下，妹妹只是生怕惊扰了皇嗣，才想了这么个万全之策。好了，玉儿，你的心意姑明白。太子妃身子不便，不必拘你。起来吧。林州这孩子真是有心，送来的聘礼样样都是尖货。这种触手可及的幸福，是前世至死都没体会过的。殿下，宫外都在传颂萧将军的战功，说他和沈大小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天造地设，沈婉婉本该是我的，镇国公府的助力也该是我的。萧灵州，一个靠军功上位的莽夫，也敢夺我所爱！陛下，北境大捷，萧将军以少胜多，实乃国君之事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事不明。兵部盛赞大捷，儿臣却发现战报中对伤亡只字未提。敌军主力虽退，王庭却未摧毁，不知这大捷是否有人为了粉饰政绩，虚报战功，欺瞒圣听？陛下，北境一役，我军出征36000人，阵亡3274人，伤5112人，名录皆以造册备案，绝无虚报。围而不攻，是为了断其粮草，破其降书。如今北境至少可保10年安宁，以3000将士牺牲换10年太平，臣无愧于陛下，更无愧于大周。好了，此事不必在意，退朝。萧将军，你留下，陪朕走走。太子年轻气盛，今日朝堂之言，将军莫要放在心上。你的忠勇，朕心里有数。沈大小姐好眼光，这可是江南最新的贡品，正配您大婚用。你们都下去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嫁给他？婉婉，你不该嫁给萧灵州，他是我的敌人，你嫁他就是与我为敌。太子殿下，你我之间早已两清，我嫁给谁是我的自由，更是陛下的恩典，与殿下何干？与我何干？你本该是我的太子妃。若不是沈玉烟那个贱人从中作梗，若不是你执意让位，我们何至于此？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现在还来得及。只要你肯回头，取消和萧灵州的婚约，东宫侧妃之位我为你留着，日后我登基，你便是贵妃。这难道不比嫁给一个随时可能战死沙场的武夫要好？殿下，你错了，从头到尾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是你选择了沈玉烟，是你为了她在婚礼上让镇国公府颜面扫地，也是你在朝堂上无端攻击国之栋梁。我沈婉婉绝不与人为妾，更何况你根本不配。殿下还是多操心一下东宫吧，萧灵州是我未来的夫君，你若敢动他分毫，镇国公府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给本宫盯紧萧灵州，他既是武将，就总有犯错的时候，本宫要他有去无回。混账东西！传太子！儿臣拜见父皇。朕问你，在朝堂之上，你为何要针对萧灵州？父皇，儿臣是为我朝江山社稷着想。萧灵州战功赫赫，又得镇国姑青睐，如今手握兵权，儿臣担心其功高震主，故而试探一二，并无私心。试探？你那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一个为国征战的功臣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沈家的女儿。朕再问你，下午你在云锦阁又做了什么？儿臣说。父皇息怒，儿臣只是觉得沈婉婉不该嫁给萧灵州，
儿臣想劝他回心转意。劝他回心转意？做什么？给你做侧妃吗？你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沈玉烟，将镇国公府的颜面踩在脚下。如今人家另觅良缘，你又恬不知耻的去纠缠，朕的脸，皇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父皇不是的，萧灵州手握重兵，如今再得镇国公府不助，必成伟大不下之事。儿臣针对他是为了防范于未然。父皇，您不能被他忠勇的外表蒙蔽了。原来在你眼里，笼络人心就是强取豪夺，制衡朝堂就是党同俘虏。朕对你太失望了。传朕旨意，太子言行无状，心胸狭隘，毫无储君气度，若禁足东宫3月，闭门思过。自今日起，收回其协理部分朝政之权，待思过结束，另行定夺。父皇，不可啊！父皇，父皇，拖下去。父皇，听说了吗？太子被收了协理朝政之权，禁足3月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惩罚。看来储君之位不稳了。传皇上旨意，将神策营划归骠骑将军萧灵州麾下，由其直接统领。臣领旨谢恩。起轿！这便是镇国公府的嫡女出嫁，真是泼天的富贵。婉婉，我来接你。佳偶天成，郎才女貌，一个乱臣贼子，一个背信弃义的女人，他们也配？沈婉婉，你本该是我的。婉婉，此生我定不负你。欺你如你之人，我必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太子妃近来日日说身子不适，脉案却前后不一。李院quân，你可看明白了？回娘娘，脉象确有一处，若只凭一名太医判断，臣不敢妄言。那便召太医院会诊。皇嗣之事关系朝纲，不能凭眼泪，也不能凭偏爱。东宫已经够乱了，今日必须把话说清。娘娘，皇后娘娘吩咐，今日要请太医院诸位大人一同来问安。不过是寻常请脉，何必兴师动众？只要太子站在我这边，只要我咬定不认，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启禀娘娘，太子妃脉象并非喜脉，而是服用药物后形成的相似脉象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诊错了。封存药方、脉案和东宫用药记录，此事交由内侍省与太医院共同查明，不许任何人私下处置。嫣儿，你究竟还瞒了姑多少事？殿下，我只是怕失去你，怕自己没有依靠。你用谎言换来的，从来不是依靠，是把东宫推到风口浪尖。自今日起，审事暂迁静思殿，待查清后再由陛下圣裁。任何人不得苛待，也不得串供。东种主位空了，机会就来了。娘娘身份尊贵，又有皇后娘娘撑腰，自然无人能比。顾如生仗着平西将军府，平日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如今太子最需要一个稳得住局面的人，先把各宫份力握在我手里，他再硬气也得来求。娘娘，内务处说要节省开支，可柳侧妃那边新添的香料和绸缎一样不少。他想逼我低头，告诉下面的人不许吵，不许闹，所有单据都留好。东宫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地方。
沈于嫣假运代查，柳玉儿接管庶务，顾如深被克扣分令。东宫越急，越会露出破绽。你若担心顾侧妃，我可让人递句话。不用让他做危险的事，只提醒一句：凡事留证，交给能审的人。把这个交给平西将军府旧时，若顾如生需要查香料、药材、账册，去找城南济安堂的女医，不走宫里的人情。婉婉，我知你心中还有前世阴影，但这一世，我们可以不靠以讹制讹。我只要他们的谎言在阳光下无处可藏，该交给法律的就交给法律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守住这条线。恭喜殿下，顾侧妃已有喜讯，脉象平稳，只需安心静养。爱妃安心养身，东宫一应恭喜，故亲自吩咐人送来。多谢殿下，臣妾只愿东宫安宁，孩子平安。他倒是好命。娘娘，奴才从多宝巷寻来一份古香方，据说能安神养身，贵人最适合用。安神养身，旁人只当是关心，若他用着不适，也怪不到娘娘头上。那就送去，记住，要说是我这个做妹妹的心意。太顺手送来的好意，往往最不可信。送去济安堂查，结果没出来前，谁也不许碰。这香方里有2味药材，寻常人少量闻着只是犯困，可有孕之人不宜久闻，会不会立刻伤身？及时停用便无碍，可若日日燃着，难免生出风险。拿好，证据要完整，别只拿结论，还要保留原香、送礼人、经手人。他们等着我闹，我偏不闹。娘娘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把香方来源、送礼单、验方一并抄录3份，一份给我父亲，一份送内侍死，一份暂存济安堂。孩子要保，公道也要讨，不是凭一时冲动，是凭证据。生儿，你坐这里。把香炉端上来。姐姐近来辛苦，妹妹特意送来的静心香，可安神养身。这香气我闻着有些不适。快传太医。启禀殿下，此香用料复杂，顾侧妃有孕，确实不宜久闻。我只是好心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殿下明鉴，我们娘娘并未擅自猜疑，所有物证都已封存，请内侍省查验。柳玉儿，这香方是谁给你的？我也只是听下人说有益养生。来人，把经手人全部带下去问话。此事未查清前，柳氏暂停一切庶务。宫中一点小事，何必惊动内侍死？若传出去，东宫名声还要不要？可顾氏手里有验方和物证，若强压，平西将军府不会罢休。姑母，玉儿真的只是好心，好心也要有分寸。娘娘，陛下知道了。陛下传旨，东宫用药、香料、账册一律封存，由内侍省与大理寺共同核查。陛下，臣只求依法查明，不冤一人，也不放纵一人。东宫之事一再闹到朝前，太子，你让朕如何放心把天下交给你？传朕旨意，查，谁敢阻拦，便是欺君。这是沈氏身边旧宫女藏下的药瓶，奴婢不敢私留，今日愿交出作证。臣有罪，沈氏曾求臣为他遮掩脉象，臣一时糊涂，没有立刻上报。你可知伪造皇嗣消息是大罪？臣愿如实供述，请依法发落。殿下，我错了，我以为只要抓住你，就能抓住一切。你抓住的只是谎言，谎言撑不起太子妃的位置，也撑不起你我之间的旧情。若还有来日，我愿为自己犯下的错承担后果。废太子妃位，送去清宁庵带发修行。他若真知错，就用余生替自己赎过。那柳侧妃呢？
他的事已经不是本宫能压下的了。香方来自多宝巷伪医，是奴才一时糊涂，夸大了功效。柳氏，你身为东宫侧妃，未查明药性便送入有孕之人寝房，已酿成宫规大错。我只是想争宠，我没有想过会伤人。我和孩子都平安，所以我不要你偿命，我只要你记住，人的嫉妒若没了底线，终会伤人伤己。沈氏伪造皇嗣消息，废去太子妃位，入清宁庵修行。柳氏扰乱东宫，险些伤及皇嗣，废去侧妃位，前出宫禁，由宗正慈看管反省。皇后掌六宫，却纵容亲族，处事失衡。即日起交出封印，闭门审过。臣妾领旨。江南赈灾款一案，前世牵连极广，若再拖，受苦的是百姓。你从何处得来？有些事我不便说，但账册去向、经手人名，我记得清楚。这次不私闯，不抢夺，请御史台立案，请陛下明察。证据走明路，才能真正把人定在法度之下。江南赈灾款若真有亏空，绝非小案，请大人即刻奏请陛下封存户部相关账册，保护证人，不给任何人转移证据的机会。此案若查实，朝堂有震动。二位可想好了，为国为民，无需退路。张成，账上缺口为何与太子府幕僚往来银票相合？臣一时糊涂，受人指使，愿交出补账文书和往来名册。父皇，此事二臣并不知情。殿下，臣手中还有江南知府密奏，称赈灾物资曾被改道送入太子府名下商号。查，继续查。今日起，太子不得干预朝政，东宫所有出处账册一律封存。从选妃宴开始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故以为权势可控一切，最后竟连自己的人心都控不住。江南赈灾案审结，涉案官员贪墨银两，草菅人命。太子李彦失察失德，纵容属下侵吞民财，扰乱东宫，已不堪储君之位。即日起废去太子位，交宗人府管住。儿臣领旨。五皇子仁厚勤政，暂领赈灾善后，安抚江南百姓。儿臣定不负父皇与百姓。婉婉，你到底赢了。我不是为了赢你，我只是要让错的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萧林州，朕命你率军驰援北境，护住粮道与百姓。臣领旨。陛下，黑风峡旁有一条旧商道，虽窄，却可绕开主道险阻，若用来转运粮草，可解燃眉之急。此路若通，不但能救军，也能先救民。将军府有贤内助，是社稷之幸。去吧，你守边关，我守京中粮仓和军眷。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看太平春色。将军，夫人的图分号不差，前方3里有窄口，两侧高坡，若敌军设伏，粮车一进便退不出来。顿兵前压，攻守上坡，粮队暂退半里，不要急着进峡。步兵护住将军！他们不是要杀人，是要烧粮。左翼截住火箭，右翼护住车道，别被他们牵着走。将军，追不追？不追，
将军，北境之围解了！先行回京，告诉夫人，春天快到了。夫人，将军平安，百姓也平安。那就好，把府中多余粮米送去义仓，军眷和流民先领。这一世，我终于能把前世的愿换成今生的路。不谈战功，先救百姓，方是良将。萧将军此行，不止解一城之围，也稳了边境民心。册武皇子为皇太子，主理江南善后与北境安民，封萧林州为护国侯，沈氏贤德有功，赐一品诰命。儿臣领旨谢恩。臣领旨谢恩。施粥者不问前尘，只问今日有没有真心。从前我总想抢别人的光，如今才知道，能做一点有用的事，也算活得明白。你如今贵为诰命夫人，还要亲自管这些。正因我走过暗处，才更想给旁人点一盏灯。女子不该只被困在婚嫁里，也该能读书、学医、立身。好，我镇国公府出银出地，替你办。多谢夫人，多谢侯爷。多亏夫人与侯爷，江南来的亲眷也有了落脚处。你看，这才是你赢回来的天下。不是我一个人的天下，是大家都能好好活下去的天下。边境户市开了，江南灾民也陆续返乡。五皇子监国后，朝局渐稳。前世我以为重来一次是为了复仇，如今才明白，是为了不再被仇恨困住。往后每一年，我们都这样过。此生不负自己，也不负这人间春色。